如何面對第三者留下的陰影？他的手機再也不鎖密碼了，訊息放在桌上，你也可以自由看，行蹤透明，手機定位打開，他甚至連出門買個便當都會先告知，但你還是睡不着。不是他不夠透明，是你心裡有一個陰影，像玻璃上的裂痕，看似恢復了形狀，卻再也回不到原來的清澈。他說，我們就當一切重新開始吧，但該怎麼開始？是啊，第三者已經不在了，電話刪了，照片也刪了，連社群媒體都互相封鎖，可是你心裡那個畫面卻像鬼打牆一樣揮之不去。他對那個人笑的樣子，他對你不曾有過的溫柔，他曾對你撒的謊，現在回想起來竟然如此自然，如此順口。你以為他一轉身回家，一切就能重新恢復，但你沒料到，最難的是回來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你自己。這一刻，我們要誠實面對一個痛點問題。當關係中出現過第三者，哪怕對方已經悔改，婚姻仍想修復，該怎麼面對那份難以抹去的陰影？第三者離開了，但信任卻沒一起回來。我們常以為只要第三者退出，問題就解決了。錯，真正的難關才正要開始。想象一下，你的房子被闖空門，警察抓到了小偷，你也換了新門鎖，裝了監視器，但你還是每天在心裡反覆問，他會不會再來？如果有漏洞，我沒看到呢？這就是背叛後的信任狀態。背叛不是一件事，是一連串真相被抽走的經驗。你曾經深信不疑的愛，突然證明它不如你想象中的堅固。你相信的承諾曾被另一次選擇替代。你以為他最看重的是你，卻發現你不是唯一被看見的人。這樣的傷不是邏輯能解釋的，不是道歉就能抹平的，而是一種信任肌肉被撕裂的感覺。而這才是第三者離開後真正要面對的修復功課。不是你不原諒，是你無法遺忘。很多人在這個階段會被誤解，都說原諒他了，為什麼還要一直提？為什麼還是那麼敏感，那麼防備？但這並不是記仇，而是記憶還沒痊癒。有個太太說得很真實，我不是不願意放下，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放下。那畫面一來，我的心就會自動疼。是的，創傷有記憶，而且是身體會記得的記憶。你聽到某首歌，他曾經也為那人唱過。你路過一間餐廳，那是他們曾約會過的地方。甚至某種語氣，某句口頭禪，都像是被重擊的開關。而你的配偶可能會說，那都過去了，別想太多。但你會覺得自己像是在孤軍奮戰，仿佛你才是那個還不成熟，還抓着過去不放的人。這樣的誤解會讓陰影更深，因為你不止痛，還感覺自己被責怪。請記住，你有權利痛，也有權利慢慢療傷。這不是不饒恕，而是你在誠實面對傷口。愛不是失憶，而是選擇記得對方的真心。那麼，我們要怎麼從這陰影中走出來呢？答案也許不是忘記，而是重新選擇什麼值得被紀念。有一對夫妻經歷過丈夫外遇，兩人分開半年後決定重修舊好。他們立下了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規則，任何時候只要妻子心裡浮現不安，就可以問，而丈夫要誠實回答。
不可以不耐煩。一開始，丈夫常常覺得，我都回來了，還不夠嗎？但後來他才明白，回來只是第一步，留下來才是愛的證明。他開始做一件很特別的事，每次被問起時，他不只回答，還會牽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說，謝謝，你還願意相信我一點點，我會繼續努力，讓你安心。那不是技巧，是選擇。在陰影之下，我們無法假裝陽光，但可以選擇彼此成為對方的光源。愛不是用都說過了來封住話題，而是願意一次又一次說出讓對方安心的話，因為他需要聽的不是事實，而是心意。你要修復的不只是婚姻，還有自我價值感。第三者的出現，最殘忍的地方，不只是對感情的背叛，而是對自我價值的摧毀。很多被背叛的人會開始懷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夠好？他是不是從來沒真正愛過我？我是不是只是被湊合選上的人？這些念頭像雜草一樣長在你心裡，哪怕對方100次說是我錯了，跟你無關，你還是會忍不住自責。但請停下來問問自己，真的只是你不夠好嗎？有時候对方出軌，不是因為你缺什麼，而是他自己裡面空了什麼。有人說的直白，一個貪婪的人，就算在米倉裡，也會覺得不夠飽。你不是那個造成背叛的人，你是那個被影響的人，但你可以決定，不讓那段錯誤定義你。修復婚姻的過程中，也請記得修復自己。你的尊嚴，你的獨特，你的價值，是沒有任何第三者可以搶走的。重建信任，不是回到過去，而是創造一個全新的未來。很多人希望回到以前我們沒問題的樣子，但其實那樣的過去不一定真的沒有問題。第三者的介入，往往暴露了一段關係早就存在的漏洞，只是過去我們沒看見。因此，與其拼命回頭，不如誠實地面對現在。我們要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模式，這模式裡有更多的真實、坦白與彼此看重。信任不再是我假設你不會犯錯，而是即使你曾犯錯，我相信你願意承擔，願意透明，願意重建。真正成熟的愛，是經歷風暴之後，仍然願意說我們一起走。結語：陰影不會一夕消失，但可以慢慢淡去。第三者的陰影的確會帶來極大的痛苦和不信任，但它不是終點。如果你們選擇一起療傷，不逃避，不否認，不壓抑，而是願意彼此扶持，那這段歷程反而會成為你們婚姻最深的連結點。愛不是沒有傷痕，而是願意在傷痕中彼此成為對方的療癒者。你可以對自己說，我沒有被背叛定義，我也不再是受害者，我是那個選擇重新愛的人。你們也可以對彼此說，這條路我們沒走過，但我們可以牽着手一起走下去。